都说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相信你也在网上或者身边朋友那里看到过很多不用瓶起子开啤酒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巧妙打开啤酒瓶简单又好的方法。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盛夏来临，吃饭时来一瓶凉凉的啤酒，消暑又解渴，跟这个季节简直是绝配。但是长久以来，由于设计的原因，玻璃瓶的啤酒必须借助起瓶器才能方便的打开，而万一随身没带这个工具，想喝啤酒就只能干瞪眼了。1. 筷子法。利用筷子来撬开啤酒瓶盖，相信很多朋友就经常看到别人这样操作，而且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瓶盖给打开了。可到自己来开瓶盖时，手都压红了，瓶盖依然纹丝不动。其实，利用筷子开瓶盖，它是有一定技巧的。我们先把一双筷子比齐，将筷子的大头抵在瓶盖的下方，接着另一只手握住瓶口，大拇指牢牢地抵在筷子的下方。接下来再抓住筷子，突然用力往下掰，这样筷子抵住瓶盖的位置就会往上翘，瓶盖一瞬间就突然被撬开了。其实这个方法利用的就是一个杠杆原理，大拇指就相当于是一个支点，我们不需要费很大劲就能把瓶盖给打开来。除了利用筷子外，像吃饭时使用的不锈钢勺子，按同样的方式也能把瓶盖给打开。2. 火烤。这个方法所用到的工具是打火机，用打火机在瓶盖的周围烧一下，瓶盖里面有一圈胶条，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瓶盖里面的胶条遇热膨胀，让瓶盖发生变形脱落。烧好就用纸巾将瓶盖包裹住，然后用力一扭啤酒，瓶盖就能够很轻松地被取下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又非常快速呢？在用这个方法去开啤酒瓶盖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烧的时间不要太长了，一定要包裹上纸巾再去拧瓶盖，防止滚烫的啤酒瓶盖烫伤我们的手。3. 纸张法。要是我们身边有比较大的纸张的话，比如报纸、A4 纸等，都可以利用来开启瓶盖。方法很简单，先把纸张平铺在桌面，然后再将纸张反复的折叠，直到把纸张折成一个小长方形了，并且纸张有一定硬度就可以了。接着再将这个小长方形从中间对折一下，这样中间部分就会有一个坚硬的角。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将手握住瓶口下方一点的位置，然后将纸张的尖角对准瓶盖，用力一撬，这样瓶盖也轻松打开了。怎么样？今天分享的几个开啤酒瓶盖的技巧，是不是还挺简单的？下次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想起来这个小妙招。平时3-2个好友聚餐，或者是餐桌上谈合作，酒就是必不可少了。酒经常被当作一种交际的工具，其中啤酒我们也会经常喝，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啤酒喝的就更多了。说起啤酒，平常上超市去买啤酒的时候，都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啤酒。老公每次去买啤酒的时候都说，现在的啤酒都没有什么啤酒味，也没有以前的啤酒喝起来得劲。后来啤酒的种类喝多了，我老公就总结了几个挑选啤酒的小技巧。下面就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看原麦汁浓度。我们购买啤酒时，观察一下啤酒瓶的包装上，在啤酒瓶身上都会标注啤酒的原麦汁浓度。这个原麦汁的浓度有好几种，有些是4度，也有8度的，还有的10度、12度。一般原麦汁浓度在10度以上的啤酒，喝起来香味就会更浓郁、更醇厚，也更好喝。
相反，那些原麦汁浓度是10度以下的啤酒，喝起来就没什么酒味，清汤寡水的，没有酒香味。要是想要啤酒好喝，我们就要认准原麦汁浓度在10度以上的啤酒。2. 看啤酒花。在传统啤酒的原料中，啤酒花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原料。这个啤酒花并不是我们啤酒倒出来的丰富泡沫，它是一种植物，能够促进麦芽的发酵。在有一些啤酒里面用的并不是啤酒花，而是采用的酒花浸膏。酒花浸膏是一种啤酒花萃取而来的产品，是利用啤酒花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制成的啤酒花制品，就相当于鲜榨果汁和浓缩果汁的区别。用啤酒浸膏制作出来的啤酒，口感比较寡淡，而且它的麦芽香气也会淡很多。因此我们在购买啤酒的时候，也要认准配料表中的啤酒花。3. 避免糖浆啤酒。我们在购买啤酒的时候，除了要认准配料表中的麦芽，我们还要看一下配料表中是否有添加糖浆。要是啤酒中添加了糖浆的话，那它的麦芽和啤酒花使用量就会变少。虽然它是以麦芽为原材料，但是它添加了糖浆，这样的啤酒喝起来是寡淡无味，一点都不好喝的。因此，我们在选购啤酒的时候，不仅要看到配料表中的麦芽，也要注意观察一下配料表中是否有糖浆的字样。如果配料表中有糖浆的话，这个啤酒我们就最好不要选购了。4. 大米、玉米、淀粉、玉米淀粉等。啤酒生产工艺分为麦芽制造、麦芽汁制造、前发酵、后发酵、过滤灭菌、包装等工艺。麦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许多啤酒厂在酿造啤酒时会添加大米、玉米或玉米淀粉作为辅料，不能完全没有麦芽。因为麦芽的价格比这些辅料贵得多，用它们代替麦芽会降低生产成本。这些配料还可以缩短发酵时间，大米和玉米发酵时间短，更适合大规模工业生产，充分满足市场的供应。最后，国内超市生产了许多水啤酒、工业啤酒，清澈无味。因此，不建议购买大米和玉米啤酒，但幸运的是，这些啤酒足够便宜，偶尔可以喝。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帮忙转发、收藏、点赞支持一下吧，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鼓励。爱喝啤酒的朋友们，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开啤酒瓶盖的呢？还有什么更好的开瓶盖的方法呢？快来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吧。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